愛因斯坦佢喺提出嗰個廣義相對論冇耐嘅時候咧，其實好早啊，講緊1930年代咧，有提過一種咧叫做連結兩個空間嘅中間一個橋梁咁嘅概念嘅。如果我喺成個宇宙入邊有兩片嘅時空，中間係可以有條橋連埋一齊出嚟嘅時候，咁基本上可以係一種叫蟲洞嘅結構嚟嘅喎。其實佢就想處理一個叫黑洞的奇異點問題，即係呢一個空間時空的另外一邊咧，會有另外一個接應嘅地方，就係一個出口嚟嘅嚇。你黑洞就好似一個入口，只可以入唔可以出。另外一邊就有一樣嘢叫做只可以出唔可以入嘅嘢。咁啊，於是乎成組呢一對咁樣嘅黑洞與白洞的結構咧，中間就有一個形成咗叫蟲洞嘅結構喺度，就可以幫我咧叫做由空間嘅一個地方就穿越咗另外一個地方，而唔需要好正正經經行外邊嗰個宇宙空間。未來呢個係未來，係操控 AI 定 AI 操控你嘅未來？你準備好面對呢個前所未有嘅新世界未？學識可以係你開啟知識大門、思考同探索未來世界嘅橋樑。匯聚各個領域嘅專家，一齊穿越未來科技嘅迷霧，細味歷史嘅智慧，遊走哲學、文學同藝術嘅世界，一個屬於香港人嘅知識平台。今集未來學咧，我哋嘗試用科學角度咧，同大家一齊真係探討下咧，其實究竟喺好多嘅電影啊、小說啊、電視劇嘅橋段裏邊咧，出現嘅穿越劇情有冇真係科學根據嘅咧？係咪真係可能可以出現到呢啲咁樣嘅情況嘅咧？嗱，今集咧我就揾咗阿宏啦，即係紐約大學物理學博士咧，同我哋一齊傾下呢一個話題嘅。喂，Hello，阿宏。阿啟明你好啊。係啊，嗱咁係啦，喂阿宏啊，你有冇特別印象深刻咧一啲嘅咩嘅小說啊、電影橋段咧，想提一提下嘅？嗱咁啊，你話講到啲時間或者空間穿越嘢咧，就講唔完嘅題目嚟嘅嚇。你話細個由聽嗰啲 Back to the Future 到後來 Interstellar 同埋最近嗰啲尋秦記嗰啲咧，你會發覺喺即係電影文藝嗰度經常都會提到呢啲穿越啊嘅咁嘅橋段啦咁。咁其實你話就算睇返學界咧，都係差唔多嘅，斷斷續續咧，總係會有人咧嘗試提出一下一啲咧由理論上邊，你可唔可以講得出呢一個即係時間或者空間嘅穿越會有可能性咧？咁啊，所以我自己嚟講咧，即係我都有興趣睇呢啲咁嘅題目嘅嚇，甚至睇呢啲咁嘅電影。但係你話如果真係做研究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咧好容易大家會跌入一個誤區，就係咧認為好多嘢真係會好有科學根據嚇，咁實際上科學家講到即係真係可以確定嘅有幾多咧？咁我覺得可以藉住呢個機會交代下咯。係啦，嗱，即係我諗可能我哋由淺入深咁樣講起啦。嗱，首先我哋講話穿越嘅時候咧，其實可能我哋都要分翻開先，就係其實穿越去到未來同埋穿越去到過去咧，嗰個難度似乎都有唔同喎，係咪？咁我哋換啲講，我哋都穿越緊去到未來嘅，即係大家都係一路由呢一個2026嚟緊就會穿越到去2027係嘛？即係嚟緊過年啦，蛇年穿越到馬年咁樣嚇，咁呢一個就係仲係無可避免嘅嚇。咁但係咧就我唔知啟明你會唔會覺得咧？你心理上會唔會覺得好似人哋即係發生喺人哋身上流走嘅時間，同你自己嗰個覺得個流走時間嘅速度好似有啲唔同嘅？係啊，咪梗係噶啦，即係開心嘅時光好似硬係過得快，咁啊，即係辛苦痛苦嘅時間，梗係過得慢咁係嘛？尤其是以前如果打工嘅話，硬係好似都仲未到5點收工嘅時間嘅咧，咁嗰啲時間喺嗰個主觀感受上邊咧，似乎都係有差別嘅咁樣。咁但係我哋即係讀科學、讀工程嘅人就會都硬係相信就係會照計有客觀嘅時間㗎咁樣，但係偏偏又好似即係相對論又好似俾到一啲即係好似一啲曙光我哋好似原來時間又有相對性喎，呢啲咁嘅可能性㗎喎。咁啊，其實我啱啱早2日先同我自己學生都講下即係呢啲咁樣嘅故事咁樣嚇。咁啊，究竟即係乜嘢為之時間可以係相對嘅咧？咁其實呢度就即係都要提個概念啦嚇，我哋就會認為當我哋對咗標之後咧，
大家以後做完乜去到邊行到邊咧，大家嗰隻錶咧基本上如果大家都係同一個廠出品嘅時候，大家個誤差率咁多嘅時候咧，即係最後就無論你經歷過咩嘢，最後翻嚟對一對錶應該都係準嘅，大家時間一樣嘅。唔會隨住你經歷過乜嘢嘅加速度，經歷過乜嘢嘅激烈運動然後就令到你嗰隻錶咧就令到大家時間流走速度會唔一致咁樣咁但係相對論佢提供咗呢個可能性即係其中一個我諗，即係大家最出名聽過嗰個叫做Twin Paradox 啦，即係嗰個叫戀生子樣貌啦即係一個構想嘅實驗，一個咁嘅比喻嚟嘅，即係一對孖生仔，有一個咧就將佢擺上架太空船度跟住加速到光速飛行，兜一個圈再翻嚟落翻嚟地球度匯一匯翻去嗰個嘅另外一個孖生嘅兄弟，發覺就兩個最後年齡唔一樣噶啦一個6，一個變咗100，地面嗰個就變咗100，上去兜完一圈翻嚟嗰個仲係好似覺得自己過咗好少時間咁嘅樣。咁喺呢度嚟講咧，即係喺相對論咧，佢俾出一個最違反我哋自己個人直覺嘅一個觀點，就係話咧，原來大家時間流走得快定係慢咧，唔係關心理事而係真係可以關乎你曾經有冇試過加速到去一個好高嘅速度，再減速過翻嚟，呢啲嘢係會影響到我哋嗰個時間流走速度。咁所以進而咧，我哋就會講啦，雖然我哋都係大家都穿越緊去未來。但係可能咧，有人有權咧穿越去未來，穿越得慢啲；有人就會穿越得快啲，咁解咯。即係可以理論上嚟講，就係我哋好似可以所謂穿越咗去你嘅未來咁樣啦嚇。咁但係只不過冇得翻嚟我嘅過去咁解嘅啫。係啦，即係呢個可以喺物理層面上邊係有根據嘅，可唔可以咁講啊？係啦，即係如果講穿越去未來，咁我諗唔係淨係物理層面有根據嘅，你自己嗰個主觀心理層面你都知道係咁啦。時間冇得翻轉頭，係咪？咁但係咧呢度要俾一個進一步即係個理解就係即係我哋有冇一個解釋點解可以叫光陰一去不回頭咧？咁原來你話對於物理學嚟講咧，佢最倚重嘅一個解釋係咩嘢咧？就係話我哋有一個叫熱力學定律。個熱力學定律就掌管住咧呢個世界上咧嗰啲咁嘅可以話係物質嘅分佈同埋嗰個disorderness， 即係嗰叫無序的程度。咁我哋咧發覺似乎我哋熱力學定律係要求我哋咧成個世界嗰啲物理過程咧都會邁向一個更高嘅無序度，啲嘢只會越嚟越散收嘅啫。即係如果你想夾硬將啲嘢執翻整齊咧，你係要俾力落去，俾能量落去嘅，你要做嘢嘅。但係你做完嘢之後，客觀嘅結果咧，你其實犧牲咗其他呢個世界更加多嘅有序程度嘅，先至令到能夠集中，可能即係有一個部分係會突然之間有翻秩序。但係你唔理佢咩，佢隔一陣又繼續邁向翻無序嘅狀態。咁可以咁講咧，就係即係如果你唔做任何嘢，唔理佢嘅話咧。就應該咁講，就算你做嘢落去咧，其實總體上成個宇宙加埋嗰個無序程度都係邁向緊一路增加嘅咁只係可能咧有一啲好特別嘅情況，譬如你話喺生命甚至乎我哋人工介入嘅情況之下，好似局部情況有啲地方好似可以變得好井然有序，一個動態平衡，一個生命不斷循環去連綿不絕。但係你喺呢個過程入邊唔好唔記得，你係消耗緊成個宇宙周圍，即係起碼一個地球生態系統周圍嘅能量。其實你就犧牲咗其他嘢嘅有序程度嚟去令到供給自己局部一個少少嘅有序程度，而總體上嚟講，大家個無序程度只會係繼續去增加落去。隻杯打爛咗就打爛咗，你就冇得時間翻轉頭，叫做令到佢完整無瑕地黐翻埋一齊咁即係喺呢度我哋就知道啦，由翻嗰個熱力學定律就俾咗一個特定嘅時間方向，咁我哋就會即係如果你話有一個科學理解，基本上相對論加熱力學定律，咁就話都俾我哋聽，我哋大家只能向前向時間的一個特定方向去邁進落去，去穿越落去，但係相對論就容許有人會行得快啲，即係有人個時間就流走得慢啲咁樣。
冇錯啦，我補充多少少即係日常生活例子啊，即係可能如果就咁聽咧，即係秩序同埋時間，好似就咁聽係好似睇唔好出關係嘅，但係其實原來我哋咧，只要譬如話舉個例啊，就攞譬如話打爛個杯嘅例子先算。如果我拍一條 video，睇住有啲嘢打爛咗個杯。個杯慢慢變咗粉碎，呢個玻璃跌晒落佢張台面上邊，又或者有個足球射咗落去個窗嗰度，打碎咗個窗，然後啲窗嘅嗰啲玻璃又散晒跌晒落嚟，調翻轉 rewind 翻呢條同一條片，將一條即係順序播同埋一條 rewind 嘅片播俾你睇，係人一睇都知道邊條係真實可能發生嘅時間，邊條咧其實係 rewind 咗嘅。呢一個例子咧，其實已經可以即係證明到俾我睇，其實我哋係好習以為常咧，知道嘢咧，啲物件咧，物理世界咧係必然係按照住一個咧，即係由有秩序去到冇秩序嘅世界嚇。咁所以頭先阿宏所解釋嘅咧，就係話整個宇宙其實都係趨向緊越嚟越凌亂嘅一個情況咁樣。係啊，咁所以呢度限制咗就時間只係得一個方向。咁大家可能好心急去，即係去都會想了解就係話，咁究竟有冇試過去做到，即係有冇啲可能性係可以叫做時間係調翻轉頭嘅咧？嚇，又或者唔好淨係諗時間啦，可唔可以叫做空間上邊突然之間由一度瞬間轉移去另外一個地方嘅咧？嗱，我哋好習慣就係將時間同空間兩樣嘢睇成兩個獨立嘅概念嘅。但係咧，喺呢一個嘅即係相對論嘅世界咧，我哋會將時空睇成同一樣嘢嚟嘅，嚇，即係成個時同空係可以屈曲嚟去就翻，令到我喺唔同場合個光速都要係一致，嚇。咁即係呢度就要提一提啦。咁即係有啲電影係提時間穿越嘅。咁最近你話《尋秦記》係一種時間穿越劇，都其實好多套噶啦，係咪？即係有啲我睇過啲浪漫愛情劇都有關一啲時間穿越噶嘛，係咪？咁啊，係啦，其實大把啦，叮當都已經係啦，係啦。咁啊，嗰啲仲要係另外叮當就嗱嗰個大雄個櫃桶就係個時光機，但係隨意門就係一個空間穿越嘅嘢嚟噶嘛，係咪？嚇，咁佢就其實將兩樣嘢就需要分開兩件法寶嘅。OK， 但係其實咧，你話如果真係喺相對論世界喺度咧，我哋會認為兩樣嘢相通。係同一個法寶就搞掂啦，可能咁嗱，但係用一個簡單啲嘅，即係譬如我哋稍後集中啲講呢個啊。如果我淨係講，我唔好諗係唔係時間穿越先嚇，我淨係想由空間嘅一個地方可以叫做穿梭到另一個地方，即係我而家唔要求嗰個咁嘅時空隧道係要同時穿越時同空嚇，我係想即係。其實隨意門都好得意喎，我記得隨意門都其實唔係淨係空間，可以時空都得㗎，係咪？咁但係譬如愛因斯坦佢喺提出嗰個廣義相對論冇耐嘅時候咧，其實好早啊，講緊1930年代咧，有提過一種咧叫做連結兩個空間嘅中間一個橋梁咁嘅概念嘅，好早嘅。咁就有人就將佢呢一個諗法咧，就叫做發大嚟講啦。如果我喺成個宇宙入邊有兩片嘅時空，中間係可以有條橋連埋一齊出嚟嘅時候，咁基本上可以係一種叫蟲洞嘅結構嚟嘅，即係話我由一邊可以叫做通過到去另外一邊，中間就透過一個咧唔知點解形成得到嘅一種咁樣嘅連結，就於是乎咧就叫通咗另外一邊啦。要有乜嘢條件先可以有機會產生到呢啲嘢啊？咁其實佢就想處理一個叫黑洞的奇異點問題。咁我哋就話啦，譬如話黑洞呢種咁樣嘅天體咧，其實喺一個即係核心嘅嗰個部分嘅時候咧，如果純粹由計數咁計咧，佢嗰啲咁嘅質能嘅密度啦，會係上咗無限大啦，跟住甚至乎個重力會上咗無限大啦。咁然之後時間流走嘅速度就無限地趨向零啦。咁即係好多嘢我哋好難理解嘅，我哋可唔可以叫做巧妙地數學上避開到呢個咁嘅問題？咁其中一個處理方法就係不如咁啦，我容許咧呢個黑洞嘅中心咧就唔係上無限大嘅，其實入去咧係可以鑿穿咗喺個時空上面鑿穿咗個窿嚟通去另外一邊嘅一個系統嗰度嘅。咁如果係咁嘅話，數學上會唔會帶嚟一啲方便，令我唔需要處理一啲無限大嘅問題咧？咁好可能係得喎。
咁不過如果係咁嘅時候咧，我就要求咧，可能喺即係呢一個空間時空的另外一邊咧，會有另外一個接應嘅地方，就係一個出口嚟嘅嚇。你黑洞就好似一個入口，只可以入唔可以出。另外一邊就有一樣嘢叫做只可以出唔可以入嘅嘢。咁啊，於是乎成組呢一對咁樣嘅黑洞與白洞的結構咧，中間就有一個形成咗叫蟲洞嘅結構喺度，就可以幫我咧叫做由空間嘅一個地方就穿越咗另外一個地方，而唔需要好正正經經行外邊嗰個宇宙空間。咁但係實際上，可能我想阿宏再同我哋解釋多啲啦。究竟蟲洞嘅愛因斯坦頭先講到就係呢一個提出嘅呢一個可能性，令到從而產生咁多嘅呢啲嘅即係坊間咁多嘅科幻橋段，有幾可能係真係可以攞嚟做一個穿越時間嘅旅行咧？嗱，咁首先咧，佢提出呢啲概念咧，就唔係即係率先去提出呢啲概念，唔係為咗證明一啲科幻想法可唔可行嘅。好多時咧，佢個動機更加多就係為咗咧，佢處理嗰啲物理學公式嘅時候咧，可唔可以帶來一啲數學上嘅方便？冇錯，即係令到佢啲嘢咧，就你引入多一個假設，令到佢由冇得計變做有得計嚇。然後最後亦都能夠準確地解釋到我哋現有現象嘅嘢，就令到即係佢可能犧牲咗就係個理論上邊你引入多一啲新嘅假設，令到你嗰個成個呢個大理論咧係可以解釋到更加多嘅嘢。嗱，咁我會講得抽象一啲啦。咁但係如果熟悉愛因斯坦其中一項工作嘅朋友咧，大家都知就係佢除咗嗰啲叫相對論啊、光電效應嗰啲咁嘅研究咧，係尤其是喺佢比較傾向晚年嘅時間咧，佢好想做一樣嘢嘅。就係做一個叫統一場論啊！佢就想將我哋現有見到嘅一啲嘅物理學嘅定律，去即係構想一下，會唔會一個更加廣義嘅理論嚟去將所有我哋已知嘅物理學嘅基本理論嚟去做一個統一？即係喺佢當時嚟講咧，佢好清楚就係話相對論都好啦，有狹義有廣義 ，OK 就可以幫我哋解釋咗一個物質嘅重力行為。咁但係呢個物理世界咧，就唔係淨係得重力效應嘅喎，咁啊仲有好多其他嗰啲叫電磁學效應啊，或者喺核子入邊發生嘅一啲叫做強作用、弱作用呢啲咁嘅效應。咁其實咧一路以嚟咧呢啲咁嘅理論統一嘅工作咧，到而家嘅呢個階段，我哋就發展到咧，我哋係有能力將呢啲咁嘅強弱作用力同電磁嘅作用力咧，就統一埋起上嚟嘅。即係話我哋有一套大嘅理論。佢咧喺當你去 boil down 或者係集中喺某一個範疇嘅時候咧，佢就變成為係攞嚟解釋電磁學嘅現象。同時間，如果你將呢一套咁嘅偉大嘅統一咗嘅理論去解釋呢一個好微觀嘅粒子世界咧，佢最後就可以變成翻，即係叫做即係叫降維翻，變翻去一個解釋核子入邊相互作用嘅一種理論。咁但係喺呢一種嘅理論，暫時我哋統合唔到。萬有引力喺裏邊嘅，我哋揾唔到一條好複雜、好宏偉嘅公式系統，係一次過同我處理晒重力、電磁作用力同埋強弱作用力嘅問題。咁愛因斯坦係好想追尋到呢個目標。咁於是乎喺佢個努力入邊，佢就嘗試係可唔可以就係話，由我哋已知嘅一啲算式入邊嚇，喂有啲嘢其實跡象上係似嘅。咁我唔知道即係啟明你有冇印象咧？讀過一啲譬如話嗰啲咧，兩個正電荷嗰個排斥力中間有嗰條數學式咧，嗰啲咩叫庫倫定律啊、Coulomb's law 嗰啲，你有冇印象啊？都有，係咁，嗰啲中學都要讀嘅，係啦。平方反比嘅，即係兩者之間嘅力。然之後咧，萬有引力兩件即係有質量嘅物質之間咧，嗰個力又係平方反比嘅。好相似嘅，係。喂，係咪偶然咧？係咪？咁然後唔即係唔止喎。嗰啲電磁學咧出嚟嘅電磁波咧，即係光，就行光速嘅。而又咁啱得咁巧咧，萬有引力咧就有樣嘢叫重力波，又係行光速嘅。喂，其實如果佢哋係兩樣完全獨立在外、毫不相干嘅嘅基本物理力嘅時候，點解佢有啲參數係咁不約而同要係一樣嘅咧？咁呢度就成為咗一個好強嘅誘因，我去嘗試諗下，可唔可以純粹由我哋見到嘅公式俾到一啲靈感俾我，幫助我去諗出背後一條更加通用嘅一條即係統一論嘅公式咧咁嘅樣。
咁所以咧，即係愛因斯坦係花好多心力去鬥佢嗰啲由佢嘅廣義相對論，再加上我哋見到嘅量子力學同埋一啲電磁學嘅理論，嘗試去砌呢啲嘢出嚟嘅。咁但係當然到佢去死都未成功呢樣嘢。咁所以咧，佢中間其中一種嘅嘗試就係話，可唔可以叫做呢啲黑洞嘅場合 ？OK， 其實就可以咧，就係加入一個假設，就係容許佢有一條橋通往第二度嚇。於是乎咧，令到佢可以考慮下喺一個咁極端環境入邊，即係嗰啲重力場嘅行為，同一啲我哋已知嘅基本粒子物理理論咧，係可以叫做一個數學上比較容易整合啲嘅地方。佢係為咗去建構一個新理論嘅方便而去引入呢種假設，而佢冇諗過要真係同你去證實呢樣嘢係得定唔得。佢或者就算有諗過都好，都覺得呢樣嘢唔係咁易做嘅。因為首先咧，佢引入到呢啲咁嘅橋梁啊，即係呢啲咁嘅一邊黑洞一邊白洞形成蟲洞嘅結構咧，係要需要一個好極端嘅一個咁嘅環境，即係個黑洞咁樣嘅環境。即係然後亦都中間呢啲咁嘅蟲洞嘅結構，最後揾出嚟嘅結果，亦都發覺係好唔穩定嘅。即係話咧，你如果想中間將一啲嘢由一邊送去第二邊咧，基本上佢就好容易就即係散咗，係一個唔穩定嘅嘢嚟嘅嚇。咁佢其實假設咗一樣都幾危險嘅假設喎，就係你又證實唔到佢存在，就算佢存在，佢亦都好唔穩定。但係如果你肯接受呢兩個事實嘅時候咧，佢就可以叫做喺個理論上邊多一條出路去嘗試去繼續建構佢嗰個統一場理論咁解咯。補充多點啊，就係統一嘅一個理論咧，其實喺歷史上邊、科學歷史上邊咧，都曾經出現好多次啦。咁每一次我哋啲科學家嘗試去追求統一咧，而又揾到一個真係統一嘅理論咧，即係譬如好似牛頓定律都算係一個統一咗天上地下物理學嘅一個統一定律咧。其實係會令到科學家就覺得啊，我哋近一步去理解呢個宇宙嘅真理多一啲咁樣樣。係啦，所以越廣義嘅嘢科學越接近真理嘅，會係係啦，越廣義嘅就越接近真理咁樣。咁所以其實啲科學家佢就唔係為咗科幻小説而活啦嚇，即係雖然科幻小説可能揾食更加好都未定咁樣，咁但係就佢哋係想揾出呢個宇宙真理嘅目標而出發咁樣。係啊，咁啊，所以咧呢度又要提一提啦。咁就算你話喺即係最近呢即係廿幾30年，即係你話愛因斯坦由1930年代提咗呢個講法，到隔咗幾十年之後咧，突然之間喺70、80年代就大做嘅。我唔知係咪因為嗰陣咧80年代好興嗰啲太空時代嘅嘢咧，就開始搞嗰啲叫即係，亦都有嗰啲即係回到未來嗰啲咁嘅電影系列啦。咁於是乎呢啲咁嘅研究比較熱衷一啲啦。咁啊其實到而家斷斷續續都有人去繼續去諗下，究竟喺乜嘢情況之下，我能夠建構到呢種咁樣嘅即係蟲洞嘅結構咧咁樣。咁有一啲電影甚至乎繼續去假設就係呢個蟲洞結構可以出現嘅，就係12年前嗰套叫做即係 Interstellar 嗰套咁樣嘅電影，係咪？你如果咧，因為咁嘅，你個宇宙實在太大，你如果冇蟲洞咧，你係基本上係冇機會俾你穿越去一個係即係100億光年以外嘅宇宙的另一端，因為你就算用到光行得咁快咧，你都要行100億年，你亦都活唔到咁耐。咁唯一嘅希望就係原來中間唔知點解有個蟲洞將兩個地方連咗埋一齊，於是乎你就有機會就係話咧，可以叫做比起即係睇落比起光都更加快冇錯即係更加快到咗宇宙的彼端。個理論個框架其中一個最重要嘅根基就係其實冇嘢可以快得過光咁樣。所以如果愛因斯坦嘅理論係真嘅話，我哋根本上其實係受限制住喺一個好狹隘喺宇宙裏邊嘅簡直係一粒塵嘅一個空間裏邊嘅。即係我哋個視野就係我哋個井啦，係咪？咁但係呢度咧，大家又要搞清楚。我如果咧係透過呢一種咁嘅蟲洞穿梭去咗宇宙另外一端，就比起用光速飛船行得更快呢個諗法咧，叫做現象上快過光啦但係其實實際上咧，佢做緊嘅嘢咧，唔係你真係有能力將自己加速到快過光，只不過就係佢空間唔知點解出現咗一啲摺疊，就兩個原本照計係有一個實際咁長嘅物理距離一個地方，因為呢個蟲洞嘅緣故就拉埋一變成一齊。
咁於是乎，你穿過呢個蟲洞嗰日嘅時候咧，你唔係用緊超光速嘅速度嚟去穿越佢嘅，係只不過嗰個距離拉近咗，令到你需要嘅行駛時間少咗。你個速度你可以甚至乎唔需要快過光速，但係你行呢條捷徑，你就係快過人到。即係其實好似細路仔同大人賽跑，個細路仔識得捐個窿穿過埲牆，你個大人就要兜外邊兜個圈嚇，要即係唔去擒欄杆，唔去捐窿咁樣嘅意思啫嘛。咁即係話咧，喺呢度嚟講，你好似叫做你個速度係快過咗個光嚟到達一個目的地，但係實際上係你係走咗條捷徑咁解，所以中間即係叫做即係如果聽落就好以為哇，你超過咗光速，係咪你能夠達到自己超光速，你能夠有能力將自己加速到超光速咧？其實就冇呢件事嘅喎。呢個可以類比就係好似等於15、16世紀嘅時候，即係地理大發現咁啊！我哋原來發現地球係真係兜咗一個圈咧，就可以去到地球嘅由一邊去到另一邊咁樣。咁所以有到好多人就會猜想會唔會宇宙嘅基本結構都係好似就係有呢啲咁樣嘅蟲洞，令到咧我哋可以真係可以有啲捷徑啦，好似阿宏頭先嘅講解咁樣，令到我哋咧好容易咧就咁樣由一點睇落好似好遙遠嘅地方，好似地球咁，由一點去到另一點咧原來你可以兜另外一個方向咧，令到你去到嗰度咁樣。咁所以即係翻嚟今日原本我諗我哋想去討論嘅問題啦，就係其實究竟係咪真係有呢啲蟲洞嘅咧？而呢啲蟲洞我哋一般喺即係科幻小說嘅理解又好啊，係唔係有好多地方係我哋有啲咩地方誤解咗啊等等嘅問題咧？嗱，咁首先咁先啦，不如大家就唔需要用得太高深科學嚟諗呢個問題答案嘅。我哋想唔想知道有嘢係能夠即係穿越時或者空？咁咪睇下我哋唔需要我哋自己去實現嘅。我哋而家會唔會已經度到有啲係穿越咗空間或者穿越咗時間嘅物體俾我哋喺而家呢刻見到先？即係我諗啟明可能你都會諗，如果假設你有一日你有個時光機，你去用嘅時候係咪？你都會翻去過去睇一睇係咪？咁然之後，我唔知你會唔會俾過去嘅你遇到你啦，或者有其他人見到你係咪？我就未試過見到一個係由2027年翻嚟探我嘅啟明啦，係咪？我亦都見唔到自己咧就翻嚟探自己亦都見唔到有人同我講，喂，你前嗰幾日翻咗嚟喎，但係嗰個你又好古怪喎，係10年後嘅你就翻咗嚟翻過嚟喎咁嘅樣我都唔知嘅咁樣。大家見唔見得多呢咁嘅現象咧？係咪？即係照計，如果將來有人發明到呢樣嘢，而呢個技術又係可以人人都隨手可得嘅時候咧，喂，照計應該我哋今時今日都幾唔得閒嘅喎，係咪？咁啊會成日見到啲未來人翻嚟啦，係咪？咁啊，即係同樣嘅邏輯就係話，如果你真係穿越時，嗱頭先你講係穿越時間啦，穿越空間嘅話，咁照計亦都會有好多比我哋更加先進嘅外星人都應該可以隨時穿越咗嚟我哋地球。喂，隨時嚟㗎啦，但我哋又好似遇唔到喎。係啦，即係有啲甚至乎你唔好講係機械人啦，會唔會突然間有一個地方無中生有多咗啲物質喺度咧？即係會唔會突然之間我哋喺天文上見到有一啲嘅天體係不停地即係好激烈地噴嘢出嚟，但係唔會吸嘢落去。如果天體係同我哋已知嘅發光天體係唔同嘅咧，咁樣我哋應該係要有一啲咁嘅適當嘅觀測先能夠去即係證實嗰啲嘢係咪叫做即係真係可行咯。咁所以我會咁講啦，單憑純粹嗰個觀測搜集結果，我都覺得呢樣嘢其實就即係停留喺一個科幻嘅機會比較高一啲，悲觀啲啦，係啦。但係你話如果由嗰個理論科學層面地去睇下咁，記得我自己都就住呢個問題去請教過，即係一啲有涉獵呢啲研究嘅嗰啲舊同學啊朋友咁啦。咁佢話俾我哋聽就係，如果你真係想用地球嘅科技，你去整一個好似蟲洞咁嘅嘢出嚟，咁好啦，最大麻煩係咩咧？當然你需要個能量好多啦，你需要巨大嘅能量先能夠屈曲到呢一個嘅空間，令到個空間入邊有機會穿咗一個窿，咁就似乎個情況就好似黑洞呢啲咁嘅系統咁。黑洞啊，即係你講緊都有幾個，即係成10倍、8倍太陽質量即係比較細嘅黑洞，起碼都有翻10倍、8倍太陽質量。你點樣去匯聚到呢個巨大嘅能量嚟去做咧？咁啊，其中一個問題。另外，佢亦都牽涉到喺個入口嗰度咧，係牽涉到一個非常之即係差唔多接近無限大嘅時空曲率。
即係個時空會屈曲得好緊要啊！咁呢個就唔難想像嘅，就好似你一個嘅漏斗，但係個漏斗唔係話好係越入越斜嘅，越靠近中間個窿嘅時候就越斜嘅嚇。咁亦都會出現一個即係好難處理嘅問題啦。你一件正正經經嘅嘢入去，你點樣可以保持住嗰個嘅姿勢靚靚，繼續咁樣入完又出完又即係完好無缺咧？係咪？大家可能都聽過進入黑洞，即係真係自尋死路嘅啫嘛。因為你都未使跌到入個黑洞嘅時候，你已經俾黑洞本身嗰個引力啊，嗰個潮汐力啊，其實亦都係佢嗰個嘅時空嘅曲率啊，拉長到變成一條意粉噶啦。OK，即係越拉越長噶啦。咁更加唔好講話你揸架太空船入去啦，係咪？你個人入去都會變成係咁啦嚇。咁所以咧，即係你就算真係假設有人整到啲咁嘅嘢出嚟嘅時候，係咪可以做到即係安全地入安全地出咧？我都未提到就係件嘢本身亦都好唔穩定嘅，可能咧你穿到一半嘅時候佢就散咗嘅咯，咁點算咧嚇？係咪嚇？或者開頭你辛苦整咗出嚟，有粒塵飛咗過去又散咗嘅咯，咁即係咩都唔使用嘅咯，係咪？咁所以即係呢個就變成為一個數學上嘅假設數學上嘅可能性咁我哋現實生活上邊係見到好多一啲數學上可能，但係現實上好少見到嘅情況嘅，即係你可以將一粒波子叫做好平穩地擺喺另外一粒波子上邊，理論上你手勢好真係可以搭住咗喺度，係咪哇，好好手勢搭住，但係搭一陣嘅啫。打一個黑黐有咧，風吹草動，佢咪冧翻晒落嚟咯即係數學上你可以就計到就係話如果咧你將一粒波子啱啱搭正喺另外一粒波子嘅頭殼頂上面嘅時候咧，個力係可以平衡嘅咁樣，但係有少少嘅干擾咗，佢就脫離咗呢個平衡噶啦。咁喺蟲洞嚟講，就完全可以體現到呢種咁嘅，即係就係一種咁樣嘅物理系統咯。如果佢存在嘅話。即係聽落都好悲觀啦，不過其實仲有一個更加大嘅問題咧，我諗我哋都要值得去講一講嘅就係，即係其實就算真係有蟲洞而又真係可能嘅話咧，講緊嘅好可能都係一啲即係我哋可以穿越到時空係去到未來啊，或者係去到空間上面好遠嘅距離。但係如果真係要去穿越翻去過去嘅話咧，仲有一啲其實係一啲所謂可以話哲學上面嘅問題啦，都已經係嘅一啲問題啊，即係就係其實你違反咗啲好多嘅因果論。我諗呢個坊間都好多人都有提到啦，就係即係啲所謂祖父輩論咁樣嚇，即係我翻到去我嘅祖父輩。我翻去同佢講話，喂，你唔好娶我個祖母啦，即係祖我阿嫲啦。咁跟住之後佢就唔結婚，咁冇下一代，即係即刻消失咗啦，更加唔會有我出現咁樣。咁究竟喺嗰個時候，究竟會點樣咧？咁樣嚇，咁好多嘅科幻小説啊，甚至乎《尋秦記》好似劇情裏邊都有提到，就係當阿項少龍咧，如果佢係即係稍為改變咗歷史，令到阿秦始皇咧，好可能唔能夠統一到六國啦，即係滅唔到六國啦。咁佢咧就即刻喺佢照鏡嘅時候咧，連佢自己個樣都見唔到咁樣嚇。關於鏡中無法見到自己，點解連何太傅你都？你話俾嗰人知，嗰人是否就快會死啊？何太傅你能知各位未來，一定知道。咁呢個就當然係一啲科幻嘅橋段裏邊嘅一啲嘅展現啦，咁樣樣。咁阿宏你又點睇咧？即係關於呢個因果律嘅問題。咁樣講啦，喺嗰個即係相對論建構嘅時候咧，咁我即係雖然我都討論到有人個時間可以流走得快啲，有人時間流走得慢啲，咁最後因果律係會唔會被違反咁樣樣？即係首先就需要一個條件，就係話咧，你真係要有人做到呢一個超光速先啦。你有超光速嘅情況，你就有機會可以做到一啲即係違反因果律嘅嘢。咁但係如果單憑就係話有人時間流走得快啲，有人時間流走得慢啲咧，咁基本上咧嗰個因果律咧都唔會被破壞到咁樣。咁所以即係呢度就有問題啦。喂，我哋如果能夠即係其中一樣嘢就係你要將一件物件，即係你唔好係你係咪你自己都好啦，你要將一啲嘅物件有能力加速到超光速先。咁你就先至其實先由個邏輯上先可以再問一個問題，就係個因果律會點算？頭先我有提到嘅，就算你有個蟲洞喺度，你可以抄一條捷徑去咗一個宇宙的另外一端咁然後就係快過你用光速飛行去嗰個方法咁去嘅時候咁樣，實際上你自己都冇用到
即係冇超過過，即係冇試過被加速到超光速嚇。咁你只不過抄咗條捷徑，令到走嘅距離短啲嘅啫。如果係咁嘅時候，係咪都叫可以叫做即係違反到個因果律咧？咁我諗未去到呢一個咁嘅程度咯。咁所以即係我會咁諗啊，純粹由嗰個即係方程式嘅邏輯話俾我哋聽咧。當你未處理到呢一個究竟有冇能力將物體加速到超過光速之前咧，就我哋就冇辦法去討論呢一個因果律，即係究竟仲合唔合理呢一個咁嘅問題咯。嗱，咁啊，亦都有另外一個嘅可能性嘅，即係我都唔想俾大家太過多嘅絕望，因為都往往我哋人類都係喺想像裏邊咧，都總係有好多出路嘅嚇。仲有一個出路嘅就係所謂平衡宇宙。咁咧就好多人想像就係嗱，你如果喺翻同一個 timeline，咁我翻去過去，咁就會出現頭先所講嗰啲祖父悖論啦嚇。咁啊，即係你會一改變咗個歷史，你就即刻就成個應該 collapse 曬呢啲因果律。咁但係唔係喎，如果我所謂穿越咧，其實只不過係去咗另外一個空間，咁喺嗰度咧就產生咗另外一條嘅 timeline 嘅。咁所以我點樣去改變咧，都唔會影響我原本嘅呢個 timeline 咁樣樣。嗯。你點睇啊？你覺得呢個假設瘋狂啲，定係假設一個蟲洞瘋狂啲？其實我覺得呢個假設仲瘋狂啲嘅，即係話如果要呢樣嘢係可能嘅話，即係有無限咁多個宇宙噶咯。係啊，咁嗰啲宇宙喺邊度嚟咧？係咪？係即係你又會繼續問呢個問題。你每穿越一次就產生多一個平衡宇宙，係咪？咁即係話而家你可以理論上有無限個平衡宇宙，大家各不相干。嗰啲嘢可以完全係無中生有，純粹因為你去做一個時空穿梭嘅動作，就產生咗另外一個平衡宇宙出嚟。咁所以我會覺得呢啲叫平衡宇宙嗰啲假設咧，係一種即係比起頭先講，比起愛因斯坦假設嘅蟲洞一種更瘋狂嘅假設嚟嘅。係啊，冇錯。咁所以即係喺呢度嚟講就係。佢會存在喺我哋個思想嘅維度比較可能啲咯。咁啊，然後就係你話現實上我哋揾唔揾到平衡嘅宇宙都唔好講啦，能唔能夠揾到另外一個隱藏維度嘅宇宙，我哋都未揾到啦，係咪？係冇錯嚇。咁啊，好似好絕望咁樣啦。不過咧，我又覺得咁睇嘅，即係喺我哋人類嘅科學歷史上邊咧，其實往往都係有好多我哋未知嘅嘢咧。其實係後尾就發現咗，原來真相咧係比起我哋以往係即係唔同嘅咁樣。咁會唔會喺未來嘅人類嘅科學發展上邊又會揾到一啲新嘅突破？我會 never say 即係 never 嘅咁樣嚇。咁所以即係大家以現實一啲嚟講咧，就係睇翻呢一啲嘅科幻小說，睇翻啲嘅科學電影劇情啊，可能會更加快嚟得咧，就可以穿越到歷史啊咁樣嚇。咁好啦，或者我哋今集傾到呢度啦。